我爹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他没了，我奶哭瞎了眼睛，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之后只能躺在床上。而我娘，她伤心欲绝之下，也随着我爹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幼弟，日子过得有一顿没一顿的。他袁娘姐这是在做什么？什么奶奶哭瞎眼睛，娘跟着爹去？他这是在唱大戏。在看到钱通判皱眉望过来时，他袁娘姐这是不想让钱通判看见自己的脸，然后捂着脸哭质问，最后应该是打算伤心欲绝之下晕倒。他李姐姐的脑子就是活络，要是不用这办法的话，她作为刚才出来要孟大人给公道的秀才女儿，还真不好离开。李姐姐，李姐姐你怎么样？别吓我，你别伤心，别难过，相信我，坏人总是会遭报应的。不是有句话叫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吗？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相信现在是时候到了，坏人必然遭到惩罚。苏妹妹，我心里难受，这些年你不知道我过得有多苦。就见双眼一翻，整个人瘫软在苏明山的怀中。李姐姐，李姐姐，你别吓我。苏雪，快送李姐姐回家，不，还是回苏府，咱府上有府医。等苏明山带李元回到苏家没多久，苏妹妹，方才多谢你。李姐姐别客气，咱都是为了千姨着想。那谢燕之在青梅的帮助下改了妆容，换了一身衣裳，从苏府侧门离开，像是大户人家出门采买的管事娘子，而谢燕之则是像出门为老爷办事的随从。元娘，那个是钱府的库房，旁边不远处是钱夫人的嫁妆库房，咱们把这2个里面的东西搬走，我再带你去北院那边。北院那边可以直接出去吗？可以，但是地方不是很好。甭管地方好不好，只要能出去就行。元娘，你速度快一点，我在这儿给你把风。前后连2分钟不到，钱府这个大库房的东西全都堆在他的空间里。钱府有几个库房，最大的当属现在这相连不远的2个，刚才那个是钱通判的私库，其实也是钱府的府库，稍后要去的是钱夫人的。搬空了2个库房的他心情极好，不过更好的是那个私人大粮仓，只要搬空这里，接下来他就可以不用买米面之类的了。昨天我见到的人都隐在暗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在明面上，且人还多了。等他们换班，最多在半个时辰。我做了2手准备，其中一个是现在这情况，稍后有人会替咱们声东击西，只要速度快点，不会有问题的。那就好。你找机会回仙府，把衣服什么都换了，咱们城东巷子口见。谢哥，你没安排人接应咱们吧？没有，这种事你知我知就行，外人无需知道。来，我数3下，你速度快一点。他迅速走进粮仓，在他挥手将粮食收进空间，在走到昏暗地上的瞬间，带着人进了空间。谢哥，虽然现在过年又因为天冷，大晚上街上没什么人，但你穿成这样多少有些不便，万一被人看到，那才叫坏事。你先在仙府里待着，顺便去外头的大粮仓里看看，帮忙整理下东西，我换好衣服就出去，等我到家你再出来。谢哥，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补补体力？还有，你是打算在这里洗洗睡觉，还是出去洗漱睡觉？我这会儿有些亢奋，睡不着，得去整理一下那些东西才行。谢燕之内心的喜悦丝毫不亚于李元，他直接拉着人走到外面，指着突然蹦到10的威望值让李元看。10点了。对，元娘，大粮仓好像又变大一些，不是很明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现在里面我看了看，里头有些乱，可能需要你自己整理。你现在得把地方分出来，粮食一个地方，库房的东西一个地方，还有银子，全是一箱箱的金银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往上交，又怕出岔子，并没有烙印。大部分是银子，也有银票，不过这银票咱们不能动，银子也不能要全部，等子冉兄这边看情况，如果能将钱通判扳倒，那咱们想办法弄出去一些。像那些古玩字画、银票和珠宝首饰等等，那些到时候要充国库。按你说的，今年开始年景不好，到时受灾的老百姓多，我们能帮的有限，最后还是要朝廷来管。当今圣明，心里有百姓，会将之用在百姓身上。谢哥，你说的对，贵重的首饰和古玩字画等物都见不得光，与其贪财留着，倒不如到时候充国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能分我们一点钱其实就够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粮食。谢哥，粮食我是不会交出去的。这个不给。元娘，洗洗出去睡吧，我估计今天外头要大乱。爹的案子我让陈公子帮我写状纸了，等事情有进展会来传唤的，不过我估计没那么容易。高宁瑶这些年能在府城坐稳1等府上的头把交椅，谁也不能小觑了他。想要撬开他的嘴扯出钱通判，难度不是一般大。现在子冉兄可以正大光明接手府衙，他的人这2天也会到，所以到时候他应该不会跟咱们一起回去了。等回去后，你要是不放心，可以让君子先过来，咱们该成亲就成亲，这里的事交给他。君子2月就要下场，回去后我会把事情告诉他，具体看他怎么个打算。要是能考功名，多看几天书，那这边的事等成亲后我过来盯着就好。这样也好，现在案子有些复杂，
尤其是涉及到贩卖私盐这种。原本子冉兄说朝廷觉得钱通判不妥，让他来找证据，但现在这样，我估计朝廷得派钦差下来查。这不仅仅是钱通判的问题，还有严监、严正等各方人马都有问题，所以短时间内是不会有结果的。等咱们成亲了再来也不迟。行吧，那咱去睡觉，有什么事等睡饱再说。钱府的事闹得再大，也和咱无关。好不容易从府衙回来的钱通判，听说北院那边遇到贼人，简直要疯。饭桶，全是一群饭桶，那么多粮食是怎么被运出去的？说，是不是你们监守自盗？他那些粮食那么多，就算是装车都不知道能装几百上千辆，结果一夕之间全都不见了，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人能一下子偷走那么多，还能不惊动任何人？除了这些人监守自盗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大人冤枉，小的们从未进去过，要是都是大人您亲自掌管，小的们怎么可能做到搬走这些而不惊动大人您？就在钱通判琢磨这些人确实没本事绕开他，把那么多粮食运走时，突然听到这些人和疯了似的说粮食是被妖怪给盯上弄走的，简直一派胡言！我看就是你们监守自盗，限你们3天内将粮食归还，我既往不咎，否则休要怪我不客气。大人，不好了，小的一直看守的库房里面东西全空了。空了？库房里的东西全空了？对，除了原本的那些，就连这2天大人你让人收起来的东西全都没了，现在里面空空如也。整个钱府大乱时，李元一觉睡到午时才醒。咱们今天休息1天，明天就走，还是一会儿接了采薇和青纱就走？今天初3了，回去路上还要耽搁。对了，郭掌柜是昨天先咱们一步回去了吗？那咱拉着粮食这样嚣张离开，是不是路上也不大安全？明天走，稍后我去一趟府城镖局找人护送，顺带把2个孩子接回来。元娘，你看是要留在府里休息，还是跟我一道去？你去忙你的事吧，我去接孩子，等回来后多做点路上的吃食。其实谢哥，我有个想法，现在有孟大哥在，外头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艰难，之前正知府办事不力，一直在弥补这事，咱们把自己买的那些粮食捐出去，让衙门去办就行，如此咱们不用一路耽搁，也用不着雇佣镖局。衙门办事拖拉，什么都要留成，眼下即将青黄不接，老百姓本来受灾日子就艰难，真等他们送到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琢磨还是自己来做。只是你的担心也有道理，要不我去问问陈公子，他要是愿意接下这活，那咱们粮食可以再多给一些。至于粮食这事，你先问问陈公子。等李元到苏府时，李姐姐你可来了，我这一肚子话要和你说。行，你说，我洗耳恭听。李姐姐，昨天你走后，我不是又出去了吗？然后你知道怎么着？原本打算一死了之，让自己的死换来一双儿女，被高老爷庇佑的吴月儿，他改口了。改口？他怎么愿意改口？还有改口后说什么了？他改口是钱夫人来后，不知道和秦牧阳的娘说了什么，然后秦牧阳的娘又和高夫人说了什么，哪知道高夫人不愿意，不给他这个嫂子面子，还一口咬定高老爷贩卖私盐，甚至说他有证据。之后他亲自回去了一趟，等过来时手中拿着一本账册，这账册有些年头，据说里面记录了每个月贩卖私盐所赚的银子，且那银子分了多少给钱通判。贩卖私盐可是死罪，高夫人看着也不是个没脑子的人，她这样置高老爷于死地，对她有什么好处？对，贩卖私盐不仅是死罪，而且还是要抄家那种。但是高夫人聪明就聪明在，她给出账册之后，立即表示高老爷所赚的不义之财，虽说到手的不多，但她愿意散去高府一半家财，补上这罪过。至于高老爷，他罪有应得，到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恳请大人给其他无辜的高家人一条活路。李姐姐，他这说的一条活路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吧？他在为自家儿女前程铺路，也想保下剩下的一半家财。高府既然作为新阳府1等富商之首，想来家资不菲，能保下一半，他的儿女日后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是衣食无忧。对，所以吴月儿应该也是听明白了，然后就想自己肯定要进去，但是如果连高老爷都进去，那他的一双儿女就没人庇佑，因此也愿意提供证据，证明高老爷当初让护院充当盗匪，在官道上打劫往来客商。他的要求，他那一双儿女是高家人，在他坐牢之前，高家需将那剩下的5成家财中分出2成给他儿女。那高夫人愿意？指定不能。他之所以大义灭亲，一心要把高老爷弄进去，就是为了高家的家财。他与高老爷夫妻20来年，多少是知道一些自家男人在外做什么，因此扯上贩卖私盐。他知道孟大人肯定会继续查下去，到那时他和儿女都讨不到好，加上他又厌恶了高老爷和吴月儿做的那些事，所以想一脚踢开男人。他做那么多，
除了保下自己和孩子外，所图的就是钱，所以怎么可能分给吴玉儿的儿女？别说是3成，就是连100两，他估计都不会给。既然高夫人已经给了物证，那钱通判呢？他被收押了？没有，那狗官滑得很。就这样，孟大人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之前死活不认罪的高老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开口认罪了。不过他不承认自己找护院假扮盗匪杀人劫财，而是承认自己贩卖私盐。然而他说贩卖私盐不是他做的，是下人被主在他的货中夹带的，后来被他发现，狠狠惩处了一番后就再也没有过。还说只是这到底是他管束下人不利，因此这罪他这个主人会承担起来。另外他说账册是假的，是有人恶意栽赃陷害。如此说来，别说是扳倒钱通判，就是高老爷一时半会儿谁都拿他没辙。对，像做这种事，其实自己是会留一本账册用来牵制对方的，然而这种东西是必要时用来保命的，放的地方极为隐蔽，一般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说不定都不在高府，所以岂是那么容易被拿到？高夫人给的账册可能是他自己本就和高老爷不是一条心，多年前找人做的。苏妹妹，我和谢哥的婚期就在12，明天一早就得回去。谢哥那本仕途路卖得好，稿酬分红也比之前多。我们想今年大多数老百姓受灾，日子不好过，就在年前买了些粮食，打算一路上回去的时候给那些老百姓送一些。你这边的绣娘嫁衣做好了吗？好啦，李姐姐现在要试穿一下吗？你稍等，我让素兰去拿过来。李姐姐，本来我打算你成亲的时候和爹娘还有青姨去流云县参加的，但这次计划赶不上变化，我想留在府城静观其变。另外就是青姨，要是钱通判能被扳倒，青姨得作为苦主去求孟大人帮忙讨回公道。无妨，只是参加婚礼而已，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你们忙自己的。等成亲后我应该是要过来的，我爹的案子我也得盯着，到时我在东城那边的宅子摆上一桌就行。李姐姐和姐夫既然要做善事，那自然也不能少了我们苏府。今天我会准备1车粮食，明日让素兰跟车夫与你们一道走，什么时候送完，素兰什么时候回来即可。至于你成亲的贺礼，等你来了我再送。苏妹妹太过外道，我这嫁衣不就是你送的最好贺礼？苏妹妹，我姨母劳烦你照顾了，咱们后会有期。马车中，娘，我今天这妆容不妥。没有，只是觉得我们采薇过个年又长大了1岁，人也越来越懂事了。对了，你今年过生辰可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你说，只要不是很离谱，娘也能办得到，那娘一定给你准备。娘，你还有那个粉吗？就是那天我不小心说你掉茅厕那次，如果有的话，娘你给我煮1碗好不好？好，那到时候娘给你做，另外还给你准备一个你没吃过的糕点。娘，莎莎生辰也要。行，那等你过生辰，娘给你做一桌你爱吃的，还给你置办一身新衣裳。娘，我的新衣裳这几个月我前后收到不少，有娘你做的，有我舅娘做的，就连我太婆和大奶奶他们也给做了。另外这2天在我师傅那儿，我韩奶奶也给我和莎莎各准备了一身。她不是要教你化妆容什么的，有时间做衣服？应当是找人做的，不过没有像我师傅他们的衣服那么复杂。或许我韩奶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所以就是简单的棉布裁剪缝合而成，也没往上绣什么，要不了多少时间的。莎莎的也和我一样，在包袱下面，只是比我尺寸要小一些。有谢谢你韩奶奶吗？有，所以娘，我有那么多衣服，接下来1、2年都不用做冬衣了，你不用在这上面给我浪费银子。以前在水云村，我几年都穿不了一身新衣裳，今年能一下子有这么多，我已经非常满足。还有，我也会自己赚钱，除了过年大家给的压岁红封外，我会自己做头花和打烙子卖。头花的布料什么都是自己出的花，普通质地的，一朵能卖1文钱。你在苏府都没出去，是怎么知道头花的价格的？还有，是谁教你做的？是师傅府上绣娘们说的，他们都喜欢我，会教我绣花，教我打烙子，教我做头花。他们说这价格是师傅名下产业对外给的，也不用买多好的布来做，用布头就好。娘，这些都是那些绣娘往常攒下来要扔又舍不得的布头，说送我了。我打算回去路上多做一些，到时候送给苗苗姐还有我舅娘。娘，我现在已经认不少字，能连蒙带猜看一些书。我想谢伯伯和我舅还有3舅他们现在都忙，就想不打扰他们。那娘要是有空，娘教你。不过采薇，你得把自己每天什么时辰做什么给安排好，到时候娘根据你安排的时辰教你。娘，以后每天早上起来，你做饭，莎莎烧火，我打扫屋子，等吃完饭，我和妹妹消食2刻钟，就开始读书1个时辰，然后我再做绣活半个时辰，这样差不多就是可以做中午饭，到时候我来掌勺，
娘，你教我。等饭后消食2刻钟，午歇半个时辰。起来后我继续做绣活1个时辰，然后洗衣服。那我每天差不多就做这些吧。等晚上用完饭，光线昏暗了，我就开始打络子做头花。这2个只要熟练就不费眼睛。还有莎莎，到时候每天都跟姐姐学。李媛到家时，谢燕之还没回来，倒是陈幸来了。李娘子，谢秀才让我过来说一声，他会晚些回来，还让你放心，说事情已经安排好了，明日辰时就出发。另外让我问问你，那些粮食什么时候装车方便？你随我来。这些都送吗？对，全是粗粮，有地瓜米、高粱、粟米、碎米、玉米面、豆面之类的。你要装车的话，现在就可以。可以看看吗？可以。前府昨晚失窃了。前府是通判府吗？怎么会失窃？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那儿偷东西？前府的人并未说具体没了什么，只是报案说粮食全都被偷了，钱夫人的嫁妆也被盗。原来如此，难怪你刚才问能不能看看。怎么，你觉得我家谢哥做些善事，在这节骨眼给老百姓送些粮食，那钱府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偷的？你看我俩像贼人，像那么有本事的人。你刚才都说了，把所有粮食都偷走，那我俩得有多大的能耐，既能混出去，又能把人家的粮仓端了，还不会被人发现？你觉得如果你或者你家主子有本事做到这地步？李娘子，是我的错，我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你们的人品，毕竟我还有我家主子，与谢秀才认识多年，知道他是什么人，也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我方才是脑子发懵才会这么做，我这就出去叫人把粮食装走。对了，李娘子，我家主子说给老百姓送粮食这事就交给陈公子去做，你和谢秀才成亲时间赶，没必要在路上因为此事多做耽搁。到时候主子会让陈公子给老百姓送这些米面时，告诉他们这是何人送的。知道了，谢哥只是单纯因为话本赚了银子，不忍老百姓受灾，所以想买些粮食送给他们。既然你们没误会就好，这些粮食交给你处理。对了，苏府的苏明山知道我们要给老百姓送粮食，他说苏府也想尽一份力，会安排人明天跟着一起出城。你看你是和那边说一声，还是我找人去说一下？我怕到时候苏府因为也想做善事，运粮食出城，然后被当作怀疑的对象。等2个孩子睡着之后，就见青梅一手提着一盏灯，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大锦盒。姨母，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元娘，姨母没本事，害得你外祖家破人亡，害得你娘和小姨早早年纪离家，姨母这么多年都没能为家里报仇。姨母，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咱们朝前看，说不定那狗官很快就遭报应了呢。元娘，你说的对，那狗官遭报应了。今天小姐和我说，他府上遭贼，把值钱的家当都偷了。最搞笑的是，我听说原本他府上打算宴请孟大人他们，怕被看出不妥，把值钱的东西都收起进库房。这一偷，等于把钱府都差不多掏空了，真是活该。要不是怕引人注意，我都恨不得点几串鞭炮庆祝一下。元娘，苏府这些年待姨母不薄，吃喝住用都是府里掏钱，所以这些年姨母把月银和打赏都攒了下来。你小姨身在侯府，想来也瞧不上咱这些，所以姨母把那些贴己的钱和东西分成2份，姨母自己留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在这儿。姨母，我不要。元娘，你听姨母说，姨母年纪大了，又无儿无女的，也用不着这些。现在这里的东西也不全是给你的，你分出一半给你弟弟。你不是说他年前才成亲吗？我算了算你的年纪，估计他今年也不小。既然年纪不小，又到现在才成亲，加上之前你说父亲没了，母亲也跟着去什么的，想来日子过得艰难。这些你留着，哪怕现在谢秀才有钱，但这意义到底不同。姨母给的，你出嫁当压箱底用，自己有钱，在婆家腰杆子也直。至于你弟弟，拿了这些钱，日子能过得宽裕一些，他那媳妇也能待他好一点。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了这些，日子或多或少都能得到改善。姨母，我自己是真不缺钱，虽然还没成亲，但谢哥的银子基本上都在我这儿。加上之前你应该听说了，谢哥亲缘浅薄，我一嫁人就能当家做主。另外君子的媳妇儿是真的好，特别的好。姨母，这宅子是谢哥的，我会和李老伯说一声，往后你要过来随时来。还有，若是有一天想跟我们一起过了，你只管来找我们，就在流云县城东榕树巷，你随便找人问就知道。县城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谢哥家在哪儿。你娘要是还在，说不定现在也长成这模样。元娘看见你，姨母心里就愧疚的慌。要不是因为姨母，你娘和小姨又怎么会小小年纪的就……算了，说这些做什么？
元娘，明山是个孝顺的孩子，他一直待姨母好，所以姨母在苏府，你只管放心。只要姨母知道你们都能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强。想姨母了，来苏府看看。好，等君子科考后，不管考得如何，我都会跟他还有蔡娘，也就是君子的媳妇，一起来看你的。姨母，我这次回去成亲，可能要耽搁些时间，我爹的案子这边你帮我盯着点，姨母路上注意安全。东西都给出去了？都这个点了，夫人怎么还未睡？老爷和明山这孩子不知道在筹谋什么，父女俩还关在书房中讨论。昨天高府和陈府的事，加上今天又听说钱通判这事，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和明山有些关系，我这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夫人，老爷和明山都是心里有成算的人，不会乱来的。你身子不好，不宜操心，早些睡吧，不然他们又该担心你了。明山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神医保命药水，我这段时间喝了，精神好不少，感觉身子比之前也有力气多了。青梅，你不用担心我，我的身子自己心里有数。老奴也觉得夫人精神好许多，就不知道神医在哪儿，那药水可还有？依老奴看，这保命水比人心堂的保命丸好多了。青梅，这种好东西不易得，能得几瓶，将身子养好一些，咱们该知足，不能奢望太多。这事你可别和明山提，省得他还得为我操心。行了，这会儿时辰不早，你也早些回屋休息。还有，你我虽是主仆，但胜似亲姐妹。明日我将卖身契归还于你，你若是愿意继续留在这儿，那往后你还是和现在一样，只是别一口一句老奴自称。若是想离开，那我赠送你一笔安家费。不用，咱们以前该怎样，现在还是怎样。老奴在夫人身边待习惯了，只要夫人不嫌弃，日后就老死在夫人身边。你要真的一直待在我身边，我还巴不得。接下来的事，你别轻举妄动。咱们虽然有这些年网上送礼的账册，但就我们一个府，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咱先静观其变，必要时落井下石就好，万万不能当出头鸟。爹，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只是现在李姐姐要走了，我和孟大人也不是很熟，就连陈公子之前也只是互相利用而已。我们想他们帮忙，或者跟他们说上话，这无缘无故的也有些难。我琢磨，要不咱还是备些粮食，明日我跟着陈公子一起去给灾民们赠粮。还是别了，咱们现在有粮食，也能运出一车来，但都是细粮。眼下钱府刚被偷，咱们这时候运细粮出城，容易被盯上，哪怕最后查明不是咱们，但也会落不得好。至于粗粮，咱府也没有。这大过年大晚上又碰上钱府的事，爹上哪儿去给你弄一车？李元一觉醒来，元娘，我托关系买了些东西，你过来看看。这是蜀香阁的胭脂、口脂、清代和妆粉，我买的有些多，我琢磨到时候就当回门礼时送给几个嫂子弟妹和堂妹。另外这里还有些布，是比较软和的细棉。听你说二嫂还有身孕，我想也不能厚此薄彼，就多买点，到时候每家给3尺，也够刚出生的孩子做一身衣裳。还有这里有些糕点，是我拜托有人帮忙找人做的，有云片糕、龙须酥和枣糕，这天气经得住放，到时候你看看要怎么分。此外剩下的都是书和我让人找来的历年真题，我琢磨只要君子和征子能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把这些做到我觉得可以的话，那应当能考个挂尾秀才。我把东西装车去，稍后我们就得出发。对了，谢哥，李老伯这边咱们具体怎么安排？只留足够的粮食给他们就好。粮食留他们2人2个月的量，另外月银先给1个月的，不出意外，等君子他们现世后，咱还得过来一次。好，李娘子，老奴这小孙子本也是读书人，现在因为家境的变故不得不中断，只是老奴想着他还是能多认几个字为好。现在他已经9岁，人也机灵，老奴恳请李娘子能给个机会，让阿泰能跟在老爷身边，即便不说识什么字，就是能跟着跑跑腿开开眼界也好。这个事得你们老爷才能做主。我与他虽然要成亲，但在这方面我不干涉他。若是你开口，他愿意收你做小厮，那最好不过。若是不愿，你也别气馁，毕竟你这年纪不上不下，有些尴尬。谢延之和青纱采薇已经吃完早膳，就见李泰进来。采薇本着她苏奶奶教的，就忙躲到李元身后，等娘仨上了马车。采薇，你能告诉娘，刚才你为何做那番举动？就是看到李泰，你躲到娘身后。娘，苏奶奶说我容貌出众，即便化了妆容，也要懂得回避，还说7岁算是大姑娘，大户人家男女7岁不同席，所以不好再见外男。采薇，你也说了，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咱们是普通老百姓，你娘我相互出身，
嫁给你爹刘东升，他家也是相户人家，和离后就算改嫁给你谢伯伯，顶多咱娘仨的身份跟着往上稍稍抬高一些，但与咱们往来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你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难道你回李家傲还能躲在家里不出去见人？庆伟是你表哥，早2年就超过7岁了，你是不是也要避讳，都不跟他说话？就算说也是站得远远的，或者拿帕子掩面说。娘，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苏奶奶说我谢伯伯有能耐，考中举人是迟早的事，到时候我是举人家的小姐，身份变高，人也得端着点，不能让人觉得我和妹妹是娘你带进门的拖油瓶，要给娘你丢脸。我不管你苏奶奶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但现在娘告诉你，她说的话别人可能适用，但绝对不适用你。你现在已经会化妆容了，就是李家傲里的普通小姑娘一个，咱没那么多避讳，不用这样来那样去的，你也不用考虑会不会给娘丢脸这事，以前该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可明白？我明白了。娘，你别生气，采薇，娘没生气，只是觉得你此番举动不对，要是回去被人看到了，反而还会觉得你有些奇怪。还有，你和妹妹不是拖油瓶，从来都不是。不仅是娘不这么觉得，你们谢伯伯也是。你忘了吗？谢伯伯对你和莎莎有多好，教你们识字，叫娘给你们买头花、买红绳，还让娘给你们买装银子之类的锦盒和妆帘，这些等回去后娘再给你们。娘，我知道了，以后不会再这样的。还有，我和莎莎真的会有自己的妆帘和锦盒吗？有的，娘都已经买好了，等回去就给你们。你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和你苗苗姐姐一样的，日后就算是你谢伯伯考中举人或者做官了，要真有需要你做什么，娘也会想办法给你找专门教导礼仪这块的嬷嬷。你苏奶奶她也是好心，说的话还有教你的，可能适用别人，但不适用咱们，你明白吗？娘，我明白的。娘，以前在水云村时，大夫说你不会再生了，然后我和莎莎又都是女儿，跟着你嫁给谢伯伯，我怕以后时间久了，他会有别的想法，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和妹妹是拖油瓶，是吃白饭的人，所以我想自己赚钱，也想乖一点，懂事一点，不给娘你添麻烦。要是有一天谢伯伯真的不要咱们了，我还有钱可以养活娘你的。采薇别担心，你要对娘有信心，对你谢伯伯有信心。娘的情况他早就知道了，不会因此嫌弃的。就算他以后真的嫌弃，你忘了吗？娘也有手艺，会绣花，也会摆摊卖面，对不对？你看咱们娘俩都会做绣活什么的，你觉得养不起咱们娘仨吗？再说了，娘和你舅娘都会冬日种菜，那也能赚不少钱。李渊一时间也不知道拿着孩子怎么办，原本还想为了采薇好，以后等她长大一些送她到苏府，现在看来还是作罢。不管钱通判能不能被扳倒，他都会把孩子留在身边自己教。谢燕之过来的时候，他看马车厢里的气氛好像不太对，等从李渊那得知前因后果，看我的，这事绝对给你办妥当。采薇，你娘都和谢伯伯说了你的担心，你放心，你所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谢伯伯以前一直很倒霉，这事你应该没少听说，要不是你娘，谢伯伯也许早就没了。所以有没有子嗣对谢伯伯来说都不重要，何况你忘了吗？只要你娘嫁给谢伯伯，那你和青纱就是谢伯伯的孩子。再说了，你娘不能生，或许谢伯伯也不能呢。彼时的采薇听到他谢伯伯也是不能生后，感觉好像心里平衡了些，甚至觉得他娘和谢伯伯简直就是绝配。谢伯伯你放心，就算你和娘以后没有自己的孩子，我和莎莎都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日后你要是愿意，我和莎莎都可以招赘，然后孩子全部姓谢。谢哥，你刚才是怎么和李太说的？我直接说就一辆马车，车上有姑娘，不好带她，还有她年纪小，等明年她再长大一些，我要是中举就得进京赶考，到时候让她跟随。那采薇，你刚才是怎么和她说的？她不是主要担心子嗣问题吗？我和她说可能我也不会生，所以她就安心了。你和她说你不会生，那以后我要是能生呢？她岂不是觉得我背着你乱来？那她得是多不信任你才会有这想法。不过元娘，咱们成亲后还是得多关注一下两个孩子，万一他们觉得咱俩有孩子就会对他们不好什么的，那怎么办？还有，你这身子养好了，是不是最近好事做多了？元娘，你现在是不是因为善事仙术又恢复了一些？那能是个仙术，让我们的马车跑快一点不？你想上天不？我直接送你上去，可以吗？元娘真的可以吗？那等过些天行不？等咱们成亲后，找个时间，咱们回你天庭的家。妖兽啊，为何他找了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男人？别人一听上天都是往不好的方向想，偏偏他是真的想上天。李渊被谢燕之整得有些无语。元娘，你想知道为什么初二那天陈家一下子闹起来吗？怎么，谢哥你知道？我也是昨晚才知道的。元娘有没有发现，之前在畅音阁见到的陈青青比咱们第一次见到时要胖一些？是要胖了些许。听说这是吴氏刻意为之。听说自打陈青青怀有身孕后，吴月儿就以为她和腹中着想的名义，一日3餐都叫下人煲汤熬补药，还叫她不要总在外头晃，需好好躺在床上养胎。
吴月儿不会是想把人养胖难产，随后保大保小时，先保小，好将那笔丰厚的嫁妆留给他儿子吧？应该是这样。陈青青那人蠢笨又爱嘚瑟，怀有身孕后总是到处炫耀，因此倒也没能如他的意。只是这天天补效果还是明显的。这不，就算陈青青到处炫耀，依旧是长胖了些许。这事要搁之前，他或许还以为他娘疼他，但因为畅音阁的事之后，咱们的话他多少还是听进去了。就算他听进去，那他应该比谁都怕这事是真的吧？他是怕，但他身在商贾之家，比谁都清楚钱的好处是什么，所以比起失去其他的东西，他更怕没钱。而陈家大姑娘陈妙妙这时候找上他，告诉他自己有证据证明他不是陈家的子嗣，但同时又表示知道他当初还年幼，就算是换子也和他无关，只要他愿意初二那天出面把吴玉儿的面皮扯下来，那么当初的嫁妆会分他一半。不是，陈妙妙就那么一说，他就信了？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有怀疑，毕竟他长得和陈家人真的丁点想想都没有，加上陈妙妙给他说他现在的处境，尤其是说身怀6甲之后不能补过头，也不能总躺着不动，那样极容易难产。元娘，不管你日后还能不能再生，咱还是别生了吧。横竖我对子嗣没什么执念，加上家里有采薇和青纱2个孩子就够了。女人生孩子一脚踏进鬼门关，哪怕生育过，但也有可能会难产。我觉得往后还是不要子嗣为好。我都行，看你快点，别扯东扯西，赶紧说下去。陈青青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到高云记外面有身怀6甲的女人，加上陈妙妙说的头头是道，甚至还拿出一幅画，说画中的人才是他的嫡亲弟弟，等上元节后他就会去亲自把人接回来，还说他陈青青要是聪明就配合他把吴玉儿的面皮子扯下来，到时候会把陪嫁分他一半，否则这事他可以自己做，但是等他把人接回来，那日后陈府可没有他陈青青的位置，且既然她不是陈府的嫡幼女，那么嫁妆是要被追回来的。听说陈青青看到画中人，自己坐在那想了许久，最终答应。这回他难得聪明一回，自己亲自去抄了嫁妆单子，然后在后面写上以上的东西。陈妙妙代表陈府自愿分他一半。陈妙妙并不看重钱财，否则当年她也不会嫁给一个穷书生，她只想还他娘和2个弟弟一个公道，只想把当初参与的人面皮撕破，最后绳之以法，然后初2那天就让陈青青一早回娘家，在他爹面前说吴玉儿要害他。谢哥，你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不知道的人还当你一直跟在后头偷听，哪用得着我去打听？这事昨晚都已过亥时中了。苏明山去找陈公子，听说他要出去给受灾的百姓发放粮食。他从小跟着爹在外经商，对整个信阳府下面的各个县很熟悉，愿意带路。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到陈府的事，这些全是他亲口所说，我估计是陈妙妙与他说的。怎么又扯到苏明山了？甚至他还主动提出要带陈浩这个原来书中的男主去赈灾，这丫头不会真的起心思了吧？可是之前看他分明对秦牧阳还有感情，所以应当不是对陈浩上心，那么是他苏府想攀上陈浩这关系，刻意为之。谢哥，你之前在我那仙府中检查的时候，有看到钱府的账册吗？没有，咱们毕竟只有2个人，也没什么功夫之类的，能去的地方有限，像账册这种东西多半不是放在书房，就是他们的起居室，而敢放那种地方就代表一定有暗示，所以还是要子冉兄他们自己去查。李渊一听就没再问下去，这些事他管不了，也轮不到他管，甚至都可以说离他很遥远。能吃一次瓜，能知道害他爹娘和外祖一家的凶手是谁，就是最大的收获。他家谢哥说当今盛名，所以应该会还他们公道的。李家傲随着婚期越来越近，家里这边该准备好的都准备好了，而李元和谢燕之迟迟未归。元娘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样任性？什么时候去府城不好，非得在年前去，去就去了，自己什么时候成亲，心里没个数吗？明天都初8了，他到底要什么时候回来？别，我们都准备好了，到那天他和少安都还未归家。整个李家，不，应该说现在整个流云县都知道谢秀才要和好运面摊的东家成亲。当初提亲的时候请的兵人可是陈大人的媳妇，据说聘礼给的全是银子，比县里最富有的民府出手还大方。当初民府给娶儿媳给的聘金是666两，还被县里的人津津乐道了许久，而谢秀才居然一出手就是999那种。奶，你别急，姐和姐夫心里有数的，指定不会在这事儿上出岔子。奶，郭掌柜都被我姐夫先喊回来帮忙，你看咱们现在宴请的人都通知到了，家里该采买的也都采买妥当了，甚至怕他们回来的晚，还提前把嫁妆都运送过来，所以到时候他们就算是当天回来也行，只要不误了吉时就好。随便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我不管了。君子是元娘和谢秀才回来了。亲家舅舅，麻烦你帮我把这背篓放到书房去，里面有一大半都是我给君子和征子找的书籍和真题。大姐，你这马车光是装这些东西了吧？姐夫，这马车是你们新买的？这马车是新买的。君子，你和征子把东西搬进去，门锁好，帮忙喂一下马，
有什么事等我们睡醒再说。那你们赶紧去洗漱，这些我和三哥来就好。而在帮忙搬东西的李军三人，随着东西越搬越多，心里越是震惊。看着一匹匹的棉布，还有一个个锦盒。君子，姐夫不是要参加乡试，来年进京赶考，姐到时候得在京城置办宅子，他们把银子都花在这上头了，到时候怎么办？姐夫是个有成算的人，既然买，那必定是够的。去年我走镖时，就听人说姐夫写的新画本卖得极好，想来这些东西应该有些是画本分红买的，还有一部分或许是苏姑娘送的。你莫要忘了，采薇是苏姑娘的徒弟，她待采薇极好，所以会送些东西也正常。一早李元还未醒，元娘醒了没？大奶奶、三奶奶，过年好！采薇早上好，过年好。来，这是大奶奶、三奶奶给你和妹妹的压岁钱。娘，我大奶奶、三奶奶来了。采薇，你年纪这么小，这是做什么啊？三奶奶，府城有个大官比较坏，喜欢搜罗美人，然后自己养大了往京城送。我师父说我长得好看，要会保护自己，所以我就和我娘还有韩奶奶学怎么遮掩自己。三奶奶，你等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们李家模样长得最好的就属二房，当初他那二嫂长得美，若非如此，他二伯哥也不会说什么非亲不娶。既然有大官坏，那采薇往后都不要去了好不好？要是县里住的不安全，就回李家坳来。咱们李家坳到处都是人，且都是熟人，要是有外人过来，大伙儿都能发现，到时候会把人赶出去的。三奶奶，你看我现在如何？采薇，这是谁教你画的？还有这东西是谁给你的？是韩奶奶，我师父是她一手带到大的。大嫂，元娘许是累坏了，还在睡。咱们先带孩子回去吃饭吧，等晚些再过来。大伯娘、三婶早上好，过年好。过年好。尚安，你要不要先去老宅那边吃点早饭，然后回来继续睡？趁着这会儿还能休息，就多睡会儿，不然等元娘奶奶回来，你们接下来怕是不能好好休息。不睡了，元娘这会儿估计还在睡，我先给她熬点粥，等她醒来再说。大伯娘你们先忙，我这边忙完还要把昨天买回来的书籍和府城历年的真题分出来，给贞子和君子做一下测试，看看这些天他们进步了多少。尚安，你忙你的。舅舅，你看见我的头花了吗？我娘昨天带回来的，是我路上做的，我准备送给苗苗姐，还有其他几个姨家的表姐表妹。都在堂屋，钥匙在这儿，你打开自己去找。采薇，这些都是你们娘带回来的？对啊，我找到了。大奶奶，我们走吧。灵氏震惊的根本说不出一句话，她估计等她婆母回来看到这些东西又该骂人了。那么多布就得好几或者都快10两了吧，还有那一个个锦盒。她虽然不识字，但看那图案和之前元娘给苗苗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先前大儿媳柳梅还拿着淼淼的耳当去县里问过，人家看到那小小的锦盒，再看那款式，就说了一个令他们心跳的价格。之前淼淼的东西还小，且就一个，现在换成这么多，锦盒还那么大，想必这些东西得大几十上百两。当然，这前提是这些得是银的，这要是金，那再大的家业都不够这2人拜。不行，等元娘醒来，她得好好说说，这成亲是要好好过日子，哪能这样大手大脚？元娘，你醒了没？醒了。你这孩子醒了不起来吃饭，在这倒腾什么啊？赶紧的去洗洗，过来垫一下肚子。一会儿你奶该回来了。元娘，你这屏风呢？怎么不见了？屏风？什么屏风？就是那个喜鹊登梅的屏风，我瞧着怪好看的，还喜庆，怎么不见了？三婶，你看错了吧？我们没事买什么屏风，有那银子还不如多买点粮食。你是不是眼花，或是记错了？没有，我绝对没眼花，也没记错。之前从堂屋搬进来时，还是我和你大伯娘一起抬的。李渊在这一刻恨不得打死自己。他拿出来属于钱夫人库房中的东西不多，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且都是小物件，看起来很一般那种。三婶，你或许是眼花，或者记错了。你看这东西都在屋子里，要真有你说的屏风，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见？我也没记得自己有买，且我又不傻，就算真要买屏风，也不可能千里迢迢从府城买了一路运回来，那还不够累的。要不你问问谢哥，问问采薇和青纱，回来时我买过屏风没有？马氏看他说的一脸笃定，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记忆出了岔子，他得去问问他大嫂，他还不算老，不应该现在就记性不好使才是。谢哥，你出来一下。悄声将自己做的事给说了一遍。无妨，稍后三婶他们要是来了，我来与他们说。谢哥，你打算怎么圆这个谎？那屏风采薇和青纱一路回来都没见过，我到时候就说陈大人的堂弟已到了适婚年龄，他即将去庐阳府上任，不方便回京，就特意找人做了那副屏风。只是木匠赶出来的时间不巧，恰好又碰上我们赶车路上路过，他知我与陈大人熟人，
便让我帮忙给陈大人捎带回去。今儿一早，三婶在厨房帮你熬粥之时，人家低调前来将东西搬走了。这话感觉就很多漏洞。咱们李家傲大家都熟悉，有个生人，大伙儿都能发现。你说这话，到时候大伯娘他们随便一问，就知道没生人来过，是假的。相信我，不会的。他们要真问起，我就说来的人有拳脚功夫，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刻意避开人。元娘，别忘了李家傲虽然大家都熟悉，但也大，又不是只有一条路。像你说的，人家只是来拿东西，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何要避开？算了，稍后三婶他们要是问起，咱们先看看他们信不信。成，别担心，一切有我在。因为凌氏跟着去选猪，马氏问屏风的事不了了之。奶，不是我不想早点回来，实在是被要事给耽搁了。这次我去府城，不仅找到我外祖一家，还找到了当初伤我爹的凶手。元娘，真的找到杀你爹的凶手了？别是怕我指责你晚回来骗我？奶，是真的，我怎么可能拿这事骗你？还有我娘的事，和那些人多多少少也有些关系。灿娘啊，你去喊君子一道过来。这种大事，他作为儿子，于情于理都该知道。要是因为这事影响了科考什么的，那说明他不是读书的料。奶，既然要说这事，要不去老宅看看我爷他们可在？咱们直接去那边说。他起身看了一眼房间里堆着的东西，就问：这些都是你买的？花了多少银子？不是和你说过日子银子要算着来？奶，这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元娘和君子的姨母赠送的，剩余的是我让元娘买的。其中买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是我要送回谢家去，还有一部分是作为到时候元娘回门时送给你们的。姨母？对，这个稍后活奶你细说。人家男人都不介意，还护着他这个当奶的，高兴还来不及，哪能有意见？毕竟男人宠，女人才能过得好，至少元娘不用过像以前在水云村那样的糟糕生活。等李元说完这些，在场的女眷红了眼。元娘，你之前说你娘氏和你爹的也有牵连，这个牵连是指那个钱通判？是，但也不是，反正最后都是要扯上他。奶，君子的兄弟那个高武，你是知道的对吧？他是府城陈家的嫡子，从小被人换掉的。换他的人主谋是现在陈府被扶正的吴氏，还有府城最有钱的那个高家的当家人。这两人勾搭在一起，外出苟且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然后我爹他们赶考路过借宿，他们以为我爹听了去，就让人假扮盗匪要他的命。元娘，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两个狗男女现在就在府城。高武的嫡姐嫁的人中了进士，他与那小妾扶正的吴氏不对付，得知他弟弟被换，娘和另外一个弟弟的死有可疑，就回了府城，然后找了证据把这事闹大，谁知就带出了这些陈年往事。现在人被扣押在府衙，而府衙接手的人目前是谢哥的旧识。君子，你该念书就念书，给奶好好读，好好考，出人头地后，咱们以后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你爹你娘的事，奶去，我要亲眼看着恶人被伏诛。你不用劝我，你应该知道我这些年的心病，偶尔夜里都睡不好。既然知道，肯定要有个结果才会安心。娘，你年纪一把了，别去府城折腾行吗？你这样出去，谁能放心？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我们多想想。我们要真放任你走，回头别人指定要戳我们脊梁骨的。他还有2个孩子，还有其他的儿孙，已经死了的，都死了那么多年，他就算再不甘也得放下，不能叫其他的子孙被人指着不孝。奶，莫哭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谢哥就说现在这案件有些复杂，应该会有钦差大人下来查，所以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等君子他们现世过后，我们要去府城，到时候你要还想去，就一道可好？奶，现在接掌府衙的人可是大理寺少卿孟鹏孟大人，他是谢哥以前的同窗好友。我们回来之前，谢哥还去府衙与他彻夜长谈，据说他们会来此就是为了查那个钱通判的。而那吴月儿和高宁瑶敢胆大包天贩卖私盐，还有让护院伪装盗匪劫杀往来客商，背后可都是钱通判在撑腰。当今那位对钱通判起疑，才叫孟大人来查的。所以你只管把心放回肚子里去，他们一定会有报应的。元娘，等你去府城，奶跟你一起去，奶要亲眼看着他们被砍头。好，奶，这事苏妹妹和我姨母都会帮忙盯着，所以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和孟大人那边有联络，会提前知道，也会提前告知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想着再过几天就要嫁孙女就对了。对啊，奶，姐昨天晚上才回来，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咱是不是先看看她都买回了什么东西，还有谢家那边现在怎么布置什么的，也得和我姐夫说一下。对了，不是说成亲前不要见面，我当初情况是特殊，但我姐和姐夫不一样，所以今儿都初8了，
奶，你是不是该让我姐夫先回去？你还知道要回来呀？也不看看今天是初几？你也说了，府城那个姓钱的不是好人。既然这样，还敢一次两次的去，自己去就去了。反正年纪一把，又嫁过人，还生过孩子，估计除了少安，也没人看得上。但你带着2个孩子去，咋的？你这是要准备把2个孩子也弄丢不成？我可告诉你，要是敢把我2个李家的子孙弄丢了，那你也甭回来，甭喊我一声奶。年纪越大，越来越不懂事，以前脑子不清楚，现在是翅膀硬了，什么都敢做。真要孩子丢了，我看你上哪儿哭去？不是说买了嫁妆什么的，走，拿出来奶看看。是谁说孩子的脸就像6月的天，说变就变的？分明他奶也是这种人。上一刻还沉浸在悲伤中，感觉要死要活的，现在又生龙活虎，就和以前没啥两样。得，反正这一顿骂总归少不了，只要他老人家开心乐意就成。姐，你买嫁衣了对吧？快回去穿上我看看。哪里是我买的，是苏妹妹府上的绣娘做的，我最后也就给了点布料钱，其他的绣娘工钱什么的可都是苏妹妹给出的，做的挺漂亮的。现在过年你已经4岁了，可以学着做绣活，以前你都是在玩就算了，但从今天开始你先认真起来，今儿就先练习披线。姐姐就是因为学的时间太短了，到现在只能披成16根丝。师傅说真正厉害的绣娘，一根线可以披成好几十甚至上百根丝，那线细到眼睛都快要看不见那种。所以姐姐还要继续练，莎莎你也是，你先练习8根丝，等下次去府城披给师傅和韩奶奶看。姐，一根线真的能拆成几十上百根丝？对，采薇再往前进一步就是32，然后就是64、128、256。不过绣娘的手是珍贵的，采薇要真走绣娘这条路，按她说的什么洗衣做饭扫地，还是甭想了。但凡手有丁点糙，都容易勾丝。不过那是对顶级绣娘的要求。姐，刘东升那个畜生的相好，被灌药没了孩子后伤了根基，往后是再也不能生育了。君子哥说这是有姐夫的手笔，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的灵泉水突然多了很多。什么时候的事？大年30那天。姐，你的空间呢？有什么变化没有？李渊这下终于猜到为何会突然间冒出个超大粮仓了。菜娘，我空间多了个超级大粮仓，特别的大。你现在已经是我弟妹了，又是老天爷给的福气，叫我俩继续活下去。要不咱再试试看看能不能进去，要是可以，我让你看看里面的情况，再与你细说。好。一会儿李渊消失不见，一会儿又出来，如此反复了3次，这才作罢。对于结果，王粲虽然有些失望，但也算是在他的意料中。既然不能就算了，姐，你别勉强自己，就像我这灵泉水，也只有我自己能弄出来。对了姐，我自从灵泉水变多后，只要一想把水放出来，脑海中就有一个泉眼一样的小水井，等我察觉到小水井里的水被放的只剩下30%时，就怎么都放不出来。既然变多了，那就是好事。希望这次你姐夫的同窗好友能把钱通判和郑知府弄下来，到时候换个清明的人上去，不然接下来咱们整个新阳府都落不得好。今儿都初8了，许县令16之前要到任，也不知道回头是什么个光景。姐，我上辈子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我都没进城过，所以不知道姐夫这号人物。你说咱姐夫在县里也挺出名的，那许县令哪怕是来谋财，总归不会喜欢杀鸡取卵吧？你说姐夫口才那么好，有没有可能说服他不要做糊涂事，多为老百姓着想？这个谁知道，我连那个许县令啥样都不清楚，而你也只是道听途说，所以先看看再说呗。这事儿咱操心也没用，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凡事都有高个头顶着，有你姐夫在，他既然知道接下来的情况，那这事还轮不到咱们操心。姐，我知道了，那接下来我除了每天攒灵泉水给你外，就是多赚点钱，其他的不去想了。对了姐，我和君子想往后跟你们在一起，不管你和姐夫还有2个孩子去哪儿，我们就跟着去，你看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还巴不得呢。不过菜娘，我也弄明白了空间的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李渊说着开始说起空间的规则，但没说谢燕之是特例，需要什么救人之类的事。姐，采薇现在已经长大，也会做饭带妹妹什么的，所以莎莎可以放心交给她带，到时候她们姐妹俩和姐夫在府城，实在不行去她师傅那也行。我跟你一起回来带大伙儿去庐阳府，我有上辈子逃荒的经验，还有灵泉水，到时候咱俩一起也比你一个人来的好。就是2个嫂子到时候是个问题，二嫂估摸那时候生产，而大嫂肚子差不多也是7个来月，
这一路怎么奔波？要不到时候让大伯娘先带他们俩离开，等卢阳府那边安顿好了再送他们过去。姐，要是能换个知府的话，估计到时候府城不会像上辈子那么糟糕。如此，我可以在那儿买房子。对了，姐，你有去牙行那边看看都是什么价位没？要可以的话，咬咬牙，咱先买个1进院，然后也不用留院子，直接找人加盖1、2间屋子，让奶和大嫂、二嫂先去我们那儿住。你姐夫在府城有个2进院，面积不算大，但房间不少。奶他们要是愿意去，像你说的，再买个1进院，咱一大家子挤一挤，还是能住得进去。只是你觉得爷奶会愿意住孙女婿家吗？还有，到时候走肯定要和叔娘、林娘说的，他们还有各自的家庭，要是一起走，那么多人怕是住不开。先看情况吧，万一君子哥运气好能考中秀才，到时候我就先在城里另个大宅子，然后再买一个。不过姐，你那钱要是多的话，到时候我缺了，你能不能借我点？说什么傻话，别说是借，就是白给我都愿意。你怕是不知道，自从我总是服用你给的灵泉水后，身子完全好了。我找苏府的府医给看过，说我身子没问题，不存在什么不会有子嗣之类的事。不过说到这事，蔡娘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说一下。我知道你心善，也清楚灵泉水的妙用，但往后还是莫要轻易给人用。像我，像大嫂，原本大夫都诊断往后难有子嗣，现如今身子都好了不说，大嫂更是能再次有孕。想来你应当知道，这都是你灵泉水的功劳。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经历过上辈子，我也清楚子嗣艰难，想要生下一儿半女和那些身子虚弱想要治好的人，通常四处找名医不说，还会到处求神拜佛，最后不管是药钱还是香油钱都得花不少。若是被人知道，压根不用如此麻烦，只要抓到我或者抓到我的家人，然后威逼我每天给所谓的神医保命水的话，那我才是真的完蛋。咱不说别的，就说苏明山的娘。姐，我还记得当初苏明山说他苏府花了不少银子灌人心堂买了保命丸这事。姐，到时候苏姑娘若是要来，那我还给吗？那你自己觉得该给吗？你想给不？说实话，姐，我不太想给。当初会给是因为雪灾，怕他回去路上会有性命之忧，只是我给时说药水是神医给的，现在他没事，要知道灵泉水的妙用，那说明家里即便有身子不好的人，应该也是得到了调养。如此情况下，我觉得没必要再给。神医哪是那么好见，也那么好求药的。既然不想给，那就不给了。苏府就苏夫人身子骨不大好，但我见到她的时候气色都还行，不至于太糟糕，想必应该是在服用。按你说的，当初给了苏妹妹3、4瓶，且都没怎么稀释，如此等那些都用完，身子就算不能痊愈，那也差不到哪儿去。姐，你对我和君子哥真好，能嫁给君子哥，能当你的弟媳妇，我很幸福。姐，之前在老宅的时候，我感觉你说话只说一半，姨母的事，你能和我细说吗？行，那我与你说了，晚上你自己和君子说。姐，你说吧，我洗耳恭听。对了，府城发生的事你都给我说说呗，就是那个陈府和高府的事。按照姐你之前说的，估计这几天就会有人来找高五兄弟吧。李渊见他一脸好奇，当下快速将在府城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给说了。姨母她很苦，往后见到她，咱待她好一点。等中午吃完饭回来，我再把姨母送的东西拿出来，你看看哪些有用，都挑走。对了，姨母还给了不少银子，说是给我添庄以及给君子改善生活的，让你看在银子的份上，待君子好些。等君子哥现世过后，我们一起去府城看姨母。还有，就算姨母不给钱，我也会对君子哥好的。接下来2天，老宅这边没了往日的喜气，气氛一直都很压抑，直到初10这天，李叔和李林姐妹俩带着男人和孩子回来为止。就见李叔一脸别扭的从怀中掏出一条帕子，里头也不知道包裹着何物，直接给塞到李元怀中。那，这是我们俩合起来给你的天庄礼。待李元打开，看到里面的一对梅花银耳当时，以前做姑娘时，你总说梅花衬你，还说以后要搜罗各种梅花的首饰。我和二姐在婆家没法子当家做主，手头银子也有限，原本不想管你的，但后来看你还算有良心，知道自己的不对，还早早给孩子们准备红枫。想了想，过去的就过去了，姐妹之间没必要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前几天县里的银楼开业，就合起来买了一副这耳当，很漂亮，我很喜欢。谢谢二妹三妹，难为你们还记得我的喜好。二妹三妹，这是我在府城给你们买的，希望你们能喜欢。李叔和李林看到那一对牡丹花银钗，不要，你有这份心就好，我们心领了，赶紧自己收回去。你嫁的可是秀才，还有可能考上举人，人家给了那么多聘金，你这要嫁妆薄了，要被人看清了去。这一对首饰你自己留着，我们想要什么，日后会自己买。对，
大姐你自己留着，我们不要。买都买了，我自己留着做什么？谢哥可是知道这些是专门买给你们的。还有，外头只知道我的聘金要留着，到时候去京城置办家宅的，所以这东西你们收好，莫要往外传便可。我真不缺首饰，你们给我耳当。奶也把以前准备的陪嫁给我了，还有我姨母、苏妹妹也都送了一些。我是真的不差这些，你们只管放心拿好。这里的头花是我在府城买的，你们给孩子们一人拿上2朵鲜亮的，也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用的，要有就只管拿。另外，采薇现在也会做头花和绢花了，她回来的时候做了不少，也说给表妹们都准备了，到时候应该也会给孩子们送。李叔和李林姐妹俩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不过是提前过来添妆，结果送出去的东西却远远抵不上收回来的。这银钗，就这做工，一根怎么都得几两银子，可以说这是他们生平收到最贵重的东西，没有之一。所以大姐这是真的想开，真的要跟他们和好。对了，你们提早回来，婆家那边没什么意见吧？当初下聘时，现在整个流云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婆家人又不蠢，怎么可能不巴望着她们姐妹能多联络联络，到时候好跟着沾光。那行，等谢哥考上当官了，你们好好沾沾光。姐，你这是给姐夫做鞋子？对，奶说他家没长辈，不用给长辈做衣服做鞋子，那就给谢哥做。我之前做了1双，奶说不够，得好事成双，所以还得做1双。姐，你嫁过去能当家做主可真好。我婆母虽然人好，但是家里兄弟妯娌多，难免会有小心思。她偶尔还会偏心，因为大家都一个锅里吃饭，我就算想吃点什么，都要自己花钱买东西，往多了做。以前二伯还在的时候，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家却刚好相反，婆母偏心眼儿都偏得没边了。要不是我男人不愚孝，且我也早早生下儿子，其中还有1对是龙凤胎，我怕是在那个家都没立足之地。这几年我就一直盼着分家，家婆对我不冷不热，有时候嫂子挤兑我，她都视而不见，想想真的憋屈得慌。不过自从大姐你和姐夫定亲之后，她和几个嫂子的态度就有所收敛。今儿得知我要回来，还破天荒的给我100文随礼钱。一旁的王灿听到李叔姐妹俩吐槽婆家的话，心里再次感慨自己的幸福。她没亲妯娌，家里也早早分家了，嫁进来就能当家做主。虽然家里没有田地，但对她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毕竟接下来年景不好，大家都往外跑，即便有地，到时候都会被淹没，有和没有其实没多大区别。加上大姑子人也好，一心一意都为她着想，就好比她给2个堂姐是一人1根银钗，但之前姨母的那些东西里，唯一的1根金钗，元娘姐却给了她。且分钱的时候，元娘姐怕她这边到时候不宽裕，还特意多分了一些。她相信当初姨母给的时候，应该是说姐弟俩各分1半的，但元娘姐最终所有的东西都按4、6分，他们家6，元娘姐4，所以和2个堂姐比，她嫁人就像嫁到蜜罐中一样。就连她茂才舅舅都说她命好，嫁到福窝里来享福了。李叔也在说她在盼着分家的事。大姐，我决定回去再提分家的事。今天才初10，连元宵都没过，但这天气好像比以往要热一些。我想起之前我娘和我说的，让我把家里的田地都种上耐旱的作物。我回去说了，他们根本就不同意，还说我夫人之见，又说姐夫一个秀才，哪里懂什么种地。总之不行。那我这边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之前雪灾的事影响，家里人还是挺相信姐夫的，只是要他们全部都种上红薯、玉米，他们又不愿意。他们说家里水田还是种稻子啊，到时候把旱地全种上红薯和玉米。你家公家婆虽然偏心，但听你这话好像也是能听得进劝的人。但我家不行，他们根本不听，还说除非是县令大人下令让大家种。我想分家，到时候分给我们的地，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采薇娘，有客人来了。娇娇、素锦，你们怎么来了？快快进来屋子里坐。元娘姐，高五哥的姐姐昨天傍晚找来了，现在人就在我家。她说要带我们回去过元宵，所以我和高五哥明日就得走，到时不能参加你和谢哥的婚礼。她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递了过来。我也不知道该给元娘姐你送什么，想了想，还是给钱，到时候你自己买吧。姐姐说她能找过来，多亏了元娘姐你和苏姑娘，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和谢哥，还有君子，要不是你们，高五哥早已没了；要不是你们，姐姐也不会找过来。
之前你们说怀疑高武哥是陈家子嗣的时候，我看他其实挺开心的，所以这次姐姐一来，他就想跟着回去。李娘子，我们也决定跟着娇娇姐他们走。实在是江家人真的太过糟心，留在县里，我们一刻都不得安生。平安和高武兄弟关系好，加上我对府城也熟，陈家大小姐也希望我们能跟着高武哥和娇娇姐走，到时候能够帮衬他们。所以这次你们的婚礼我们也不能参加了，这个是我的随礼。李娘子，我家中现在入不敷出，基本上靠我的嫁妆撑着。礼物虽然不如何，但希望你莫要嫌弃。你们能有好出路，也有好前程，我和谢哥自然是高兴。都去吧，不管怎样，比留在县城里强。等我成亲后，过段时日也要去一趟府城，到时候只要得空，且你们在府城的话，那我和蔡娘会去陈府拜访的。元娘姐，那我先回去了，回头有机会咱们再聚。还有，祝你和谢哥白头偕老。好，不过娇娇，你稍等我一下。就见他手中拿着4包糕点过来。蔡娘，你别担心，我和高武哥虽然还没办婚礼，但已经过了婚书的。你们不能参加婚礼，又给了天庄，这是我给的回礼。还有娇娇，我知道你对高武兄弟情深意重，他人除了在之前大张氏的事上有些拎不清外，其实也还好。但是陈家的情况有些复杂，我觉得你还是为自己多想想。元娘姐，你放心，我会为自己多想想的。高武哥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清楚他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但至少到现在我都不后悔。我知道有些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但我想试试，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都愿意赌一把。要是他爹什么觉得我配不上他，要他休妻另娶，而他最后也同意的话，那我……素姐，我有几句话想和元娘姐说，你能在这里等我一下吗？好。元娘姐，这里有80两，是我留给自己最后的退路。本来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办，既然你提起这事，那索性你帮我保管吧。虽说我与你认识没多久，但我相信谢哥，也相信君子，所以钱放你这，我放心。娇娇，我觉得放在我这儿，还不如放你叔父和婶娘呢。他们把你当做亲生女儿，向来疼你，放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他们根本不赞同我和高武哥连成亲仪式都没办，就跟着去府城。因为这事，他们今天一直在生气，我怕拿出这银子，他们会更担心，所以只能让你帮忙管。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也清楚自己有些痴傻，但我还是想赌一把，不然我不会甘心的。元娘姐，你会支持我的吧？看你这样，其实心里也没底，不然也不会做出给自己留后路这事。娇娇，你都打定主意了，还想从我这听到什么？不管如何，希望你往后都能好好的，不会有用上这银子的一天。这钱你放我这儿，只管放心，要不放心，我给你写一张收条也行。元娘姐，我信你，且也不要收条，拿着收条，日后要是被人偷了捡了，于你于我都不好。我信任你，也相信谢哥，要是我能一直活得好好的，那这钱日后我让子嗣来拿，要不行我没了。元娘姐，你帮我把钱给我叔父和婶娘他们，这事就先这样，我得走了，家里一堆东西等着收拾。等人走远，姐，不知道为什么看娇娇姐这样，我好担心。她刚才和你出去是说了什么吧？娇娇留了80两银票在我这儿，说是给自己留的退路。不是吧，姐，你说她这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还连这钱以后如何用都交代好了。活着日子过得好，就让子嗣来拿；过得不好，活着过不下去，那是他留给自己的退路。万一不幸没了，就给他叔婶。按理这钱他不该放你这的，想来是家里长辈也不同意他去府城吧？对，路是他自己选的，我们作为外人又能说什么？或者就算说了，你觉得有用？也不知道那陈府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按元娘姐你这边说的，那个府有些乱，不只是主子不和，连下人也乱七八糟。他们这样回去能讨得了好？再说高武哥现在是陈家唯一的男丁，你之前说他们府还什么小妾扶正之类的，这往后不会想着让高武哥多开枝散叶，然后给他纳妾什么的？转眼就是正月12成亲这天。大姐，我怎么听人说新县令明天就要到了？这事你有听说吗？明天到任？对啊，我也是听孩子爹说的，他也是听别人说的，所以不知道是真是假。陈大人真的很好，他这一走，谁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个光景？之前听爷这边说，姐夫说新县令好像不大好，我这心里一直打鼓，别不会3、4月就让人去服劳役。李渊和王灿的心都直往下沉。许狗官终于要到了，那接下来等着大伙儿的会是什么？大姐，你是不是还知道什么？二妹，许县令是为了敛财来的，他是三皇子外祖家许氏一族的旁支，三皇子已经18，不是19，明年就弱冠搬离皇宫。你说他到任后会做什么？不会要咱家赋税吧？姐，你还记得吗？以前咱流云县只要是带着东西进城就要交钱，哪怕是一个包袱都要给1文钱。大姐，我得去梅芳爹说一声，先别整分家的事，不然到时候要服劳役，咱家有几个男丁，孩子们还小，梅芳爹指定要去的。大姐，我也去找秋姨他爹，
让他赶紧分家，反正婆母偏心，不管到时候分没分家，只要服劳役，指定是秋姨爹去。这次回去就分家，我看分了后他们让谁去啊？姐，你说我姐夫把陆隐的事都办妥了吗？许县令来了的话，他们要交接。一旦许县令上任，往后就咱村这么多人，这陆隐按照上辈子那样的话，得花上千两才行。他办事你还不放心？他之前回去的时候可是去找华叔了，他说要整个李家傲人的户籍册子，我估计就是办这事儿去的。等中午他来了，我问问。好，只要有陆隐有接收的地方，那咱就不用担心。我和君子哥无儿无女，也没田地，哪怕有宅子也缴纳不了多少税。我舅舅他自己单独一个户籍，也无宅子无田地，所以不管是赋税和徭役都不用愁。只是老宅那边三哥还不是秀才，到时候要只是单纯要钱还好说，若是非得要人去服劳役，也不知道会派谁去。要不是有些事不能说，我真想让李家傲的人快点跑。上辈子水云村附近的高山山洪爆发，幸好我们当时跑得快，不然早就死了。水云村地势高还那样，你想咱李家傲地势那么低，还靠近流云河，粮食再重要也没有命很重要。只要是种红薯，甭管到时候长多大，在决定要走的时候就先挖出来带走就行。只是姐，他们会愿意全部都种红薯吗？不知道，这事爷他们在张罗，到时候愿不愿意种，愿意种多少，全凭他们自己。蔡娘，我们是人不是神，能帮的也只能到这儿。蔡娘，适当的善心是善良，过度的善心是圣母。咱们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人家自己怎么决定，那是人家的事，你不能代替别人活，所以也不能替别人做决定。这事我希望到此为止，接下来咱们过自己的日子，该如何就如何。等真到了要走的那一步，咱们护送大伙儿一起走就行。对不起元娘姐，我只是想到上辈子的自己，那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够提早告诉我，让我好有准备，而不至于日后那么狼狈，所以一朝重生，我就忍不住想帮忙。蔡娘，咱们是真的提醒过了，不是一次两次，但凡有心的都会去注意，咱们问心无愧，所以你别想那么多。行了，这事儿从现在开始你抛之脑后，别再去想了。你过度关注过度操心，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不会希望自己被当作异类抓起来烧死吧？或者你说了，别人觉得你危言耸听，等事情真发生又觉得是你诅咒才导致如此的，最后的结果估计还是被烧死。不会了，姐你放心，我不会再去想那些了。这一天，主簿徐大人、县城赵大人纷纷换了一身便衣，和方师爷张捕快等人一起跟着他去李家傲接亲。从花轿到马车，加起来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也不为过，纷纷傻眼。怎么这么多人？说你们家能做多少，就尽可能的往多了做。要是锅不够用，我这就叫人在其他家里帮忙一起做，米面肉菜什么不用操心，咱组里全出了。快让大伙儿都回去看看自家有什么可以招待人的，赶紧做了拿过来。桌椅不够的回自家去搬，咱们李氏一族可从来没这么风光过，一定要好好招待人，不能叫人给看清了。试问整个流云县谁家嫁女儿有他们李氏一族来的风光？县令不是同知保媒，他媳妇儿是兵人，县城和主簿还有什么师爷捕快之类的，亲自赶车来帮忙迎亲的。这估计是整个流云县有史以来的头一份。今晚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谁知这个时候居然有人破坏他的好事，最好他有天大的急事，否则别怪他不客气。你就是石建之，跟我走吧，大人要见你。少安，这位是许大人从京城带来的白师爷，另外那位是许大人身边的随从元宝，他们说许大人在流丰县金马受了伤，让你亲自去接。赶紧的，大人在等你。白师爷是吧？许大人受伤我很遗憾，但你们的要求恕我难以做到。首先，许大人受伤之事与我无关，其次他上任若是要人相迎，县衙自是会派人去，这事你找陈大人即可。最后，我不是大夫，找我也无用。今日我成亲，你们若是前来讨杯酒水，我自然欢迎，但要破坏我洞房，趁早给我走，免得我赶人。子平兄，你带这位白师爷去找陈大人，这种大事该找衙门就找衙门，该找大夫就找大夫，上我家来能顶什么事？只听房门砰的一声就给关上了。这许大人一来就要求你去接人，你这样拒绝不会有事吧？元娘你放心，只要他不是个蠢货，就该知道，最好不要得罪我。我昨天收到消息，陈公子明天也会到这儿，回头我带着陈公子去衙门走一趟就成。正当谢彦之再次端起酒杯，房门又被敲响了。谢秀才，我家老爷可是你的话本迷，他看了你那本瑶池仙子的凡尘生活，说自己这次会京马，就是和你在话本中写的一段情节相似。我家老爷让你去接人，你若不去的话，到时候要追究书的内容，你写的书都有问题。上一本青云录说雪灾寒潮旱灾什么的，结果真的雪灾寒潮了，加上我家大人又京马，未免也太过巧合。这还是他当初让谢彦之写的，
这狗官不会来真的吧？谢燕之听到这话，她心头恼火。今日我成亲，连交杯酒都还未来得及喝，现下城门一关，你们要我出城去接人，那怎么也得叫我喝了这杯交杯酒吧？我看你们并不着急，想来许大人并无性命之忧。想到许狗官是为了敛财，估计是知道自己写的话本赚得多，又想他不过是区一个秀才，所以故意如此刁难。只等那狗官来了后，寻机会一起清算。他赚的每一文可都是媳妇孩子的，不相干的人休想从他这里拿走一文钱。行，我们大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赶紧喝你的交杯酒，喝完我们就走，大人等着呢。谢秀才，未免你稍后假意醉倒，还是请你将屏风撤开为好。你谁啊你？上我们这来还要人家新人把屏风撤了，当你的面喝交杯酒？滚！赶紧给我滚！什么玩意儿？哪来那么大的脸？听说你家大人受了伤，让我谢兄弟去接。走，今天是谢兄弟的好日子，我们别打扰他。不是要接人吗？你曹爷我替他去。兄弟们，咱们去接新县令了。你们是谁？我家主子可是指名道姓要谢秀才去接人的。兄弟们，告诉他爷我是谁。我们曹爷和谢秀才可是差一点就能拜把子的兄弟。你们不是要谢秀才去接人吗？我们爷去接也一样。兄弟们，你们先把人带到城门那边去等我，我去看看。谢兄弟就过去。对了，既然是帮忙接人，那这出行单个做工的费用可不要忘了谈。是，曹爷你只管放心。白师爷听到这儿，顿时又气又恼。他们是来要钱的，可不是来送钱的。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蛮不讲理？曹哥，方才多谢你。弟妹不用客气。谢兄弟呢？他现在情况如何？谢哥一杯倒。曹哥，你应该知道，方才许县令身边来的人，应当是来要钱的。谢哥写的话本卖得好，他们就打起了这主意。话里话外，谢哥的书有问题，要追究内容。谢哥不想如他们所愿，干脆就把交杯酒一口喝了。这会儿醉得厉害，整个人躺在床上不省人事。行，弟妹你放心，接下来的事交给我。麻烦曹哥你了，等过2天，谢哥这边在京城的故交过来就好了，不会给曹哥你添麻烦的。弟妹，不知那京城来的故交是何人？到时我可是能请他喝杯酒水。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陈浩，陈公子。弟妹只管放心，我这就去帮忙接人，不过只能拖2天，2天时间够吗？行，多谢曹哥，我送你。元娘姐，刚才吓死我了，那可是师爷，我居然伸手推他了，我居然敢伸手推人。元娘姐，我……好了，别激动，刚才的事多谢蔡娘你。蔡娘，你还想套麻袋吗？姐，是给刚才那2人。不是许狗官，你想吗？敢不？姐，我想也敢。那好，你先回去休息。2月君子他们要现世，咱先缓缓，反正来日方长，到时离开流云县之前，一定会找到机会的。那我等姐你的安排，我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起来给姐夫熬解酒汤，还有采薇和莎莎。姐，你也别担心，有淼淼在，他们今天都累一天了，睡得早，也不知道方才发生的事。谢燕之的酒量是真的差，她这一次一杯倒直接睡到翌日午时才醒。看着满眼喜庆的房间，又想想错失的洞房花烛，她满心懊恼。天知道为了洞房花烛能够给元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她做了多少准备。可是临到头，她居然一觉睡到现在。都怪许狗官，居然还拿他的话本说事。要不是顾忌2月君子和征子要现世，怕他们最后会被狗官迁怒，他昨晚一定不会客气。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想的都白想了。元娘，怎么了这是？我的洞房花烛夜。只听咔一声，屋顶莫名其妙掉下一块碎瓦，碎瓦直接砸到他脑门上。谢哥，你怎么样？吃，赶紧吃。姐，我姐夫醒了没有？我和灿灿他们准备回去了，你明天一早记得回来。君子，你们现在走。对，三哥先带淼淼去雇车了。那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我明天和谢哥就带着2个孩子回去。姐夫呢？还没醒？醒了，这会儿脑子疼，躺在床上。姐夫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姐夫一觉睡到现在，中间没醒来吃东西，然后屋顶掉下碎瓦砸在他头上，现在头破血流，脑子反应迟钝。我刚给喂了灵泉水，君子马上要科考，压力应该挺大的，我怕他看到了要瞎担心。那姐你多喂点灵泉水，要是不够了你和我说，我多给你留一些。姐，我和君子睡的屋子，火炕上水瓮里装的全是灵泉水，你记得收好。行，谢哥受伤这事你别和君子说，不然他会担心不说，还会琢磨谢哥好的怎么那么快。我不说，姐你别担心。谢哥，我没和君子说你受伤的事，你先在这里待会儿，我送下菜娘，马上就给你端饭过来。我也一起送，我刚照镜子看了，头没包扎，也没血迹，有头发挡着，看不出来。你还是多躺一下，睡了那么久，躺够了。我还得把户籍册子个君子，然后还有那堆录音。和陈大人谈妥了？对，他3月之前到庐阳上任，那边到时候他想办法划出一大块荒地出来，安置李家傲的人。那你呢？
付出什么代价？想办法让他3年后可以回京任职。这官员任职调遣不是吏部的事，你一个秀才能做到？谢妍之没回他这话，只是说了句别担心，就穿衣服出门去了。趁着谢妍之去书房的功夫，把这事儿与他说了。姐，有姐夫在，咱们什么都不用操心的感觉真好。姐，今儿已经13，县城里的铺子摊位全都开业了，咱的面摊什么时候开好？明日14我回门，那索性就过完元宵吧。等元宵节过后，16这天我们就开业。开业第一天我们不用准备那么多，下午早些收摊给彩薇过生辰。行，那16、1早就开业。这样的话，我和君子哥15就过来吧，刚好晚上有花灯，我们还能逛一逛。只是姐，你说让3哥和3嫂过来，到时候君子哥和3哥跟姐夫一起学习，咱就多一个3嫂，人手够吗？够。前些天三婶和我说，到时候她也过来帮忙，家里的活就让奶和大伯娘多担待一些。他们现在以君子和征子的科考为主，到时候君子和征子住一间屋子，你和3弟妹还有3婶一间。不过你要是不习惯的话，那就和彩薇、青纱一间也一样，反正都是炕，住得开。那我和2个孩子一起住。对了姐，也不知道为啥，天气暖和的越来越明显，我让我舅不用继续种菜了，我那租来的宅子准备和东家商量一下，是就那样留着给他们，还是我找人拆了弄回原来的模样。只是如此一来，我茂才舅舅的工作没个着落，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要不咱就让他给咱挑水洗碗什么的，你看可以吗？也不用给我舅工钱，就是让他有个活做，然后给口饭吃就成。我去年靠着姐你和姐夫卖菜这一块没少赚，给舅舅养老完全没问题。我只是不想他多心，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我要真什么都不叫他做，估计他还是会继续当货郎。只要你没意见，我肯定没有。不过我也不会让他白忙活，工钱和3婶3弟妹的一样，到时候他看着打下手也成。这样回头咱俩等君子考完去府城时，这摊位他们也能撑起来。只要每天少做一些，少赚一点，应当是没问题的。蔡娘，这次我就不给你工钱了，咱们按分成比例走，米面油盐所有我出，每个月扣除买东西的成本，以及为摊位费，还有人工的工钱，剩下的咱们4、6分，你4我6，怎么样？姐，我拿3成就好。不，就4、6。不过我打算等我们去府城的这段时日，这摊位就给3婶他们用，到时候他们赚的钱是和亲家舅舅分还是如何，那他们自己商量着来。老宅这边年前是赚了一笔，但是帮君子还债和置办婚礼席面就花了不少。还有我的，虽说米面什么都是族里出，但是肉那买生猪的钱是老宅出的。另外我房里嫁妆的东西，像香笼、子孙铜等物，他们找木匠也得花些钱，我估计奶那边就算还有一些，想来也不多了。